无论如何，你们抵达了这里，那么我也该给予你们相应的尊重。如你所见，对应于你们的第2位，我是第1位高塔贤者，也是为你们设下重重关卡之人。你们想必对我抱有诸多疑问，所以在无意义的质辩开始前，请容许我进行简单的陈述。当然，感谢你的理解。你的2位同行者已被米斯特林引至了足够安全的地方，而博士与绿者的声音也被贤者的力量暂时平断。我是不是该替他们谢谢你的贴心？我只是希望我们的第1次会面，贤者之间的会面，不会受任何人打扰。哼，少在那里惺惺作态，都不用说再之前的事情。刚刚那个莫名其妙把我们拉进小黑屋的人，不就是你的手下？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你们最关心的事，无论用混乱还是意象加以描述，恐怕都不足以概括2位高塔贤者共存所造成的影响。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会是一次无法逆转的崩溃。以你的经验，更确切地说，来自我个人实践的经验，每一次离开高塔，都会让我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当我回到塔中，那种创痛和损耗却能很快恢复。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将这种限制我行动的东西定义为规则，我则用我自己的经历证实了撼动它必须付出的代价。若是规则涉及的范围小，代价也容易限制；反之，就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所以你其实并非生来就知晓2个世界的所有规则。那么在你眼中，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又究竟是？高塔不允许高塔贤者离开，那我便留于高塔。世界不允许2位高塔贤者共存，那我便会彻底抹除1位高塔贤者。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和我们打一架？我与希尔之间只能有一方存活，更何况这场战斗早在希尔步入塔中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不过是经由米斯特林提醒，用了一个令人生厌的方式来促使你们2人能够心无旁骛的战斗而已。毕竟高塔本身就是贤者全能的一部分，你越往上，这份全能便会多流向你1分。而在希尔抵达顶层的当下，你我手握的全能已没有明显区别。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比如我自行了断，或者不战而降。如果世界愿意给予所有人足够的时间，我或许会找到更好的方法。但此刻你与我别无选择，决斗已是势在必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姐姐？这样下去，你只会害死自己。所谓使命，还是趁早握。众生行过白昼，而后没入长夜，最终由我之手重获新生。你当潜心谛听，这来自生灵的呼唤。哼，这是想围攻我们吗？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之中一定存在着所谓的真身，我们耐心找找吧。和我一起战斗吧！是，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尔。
是。默契的配合，那么，请闭目感受这来自王者的余意。等待时机，像刚才那样攻击真身吧。去吧，希尔，去守护我们的约定。不愧是第二位贤者，但你又能否辨明这生与死的界限？看来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应对攻击。别慌，集中注意力就好。是我搞错了应对方式吗？居然是假动作，这可骗不了我们。要保持冷静才行。你就这点本事？你既已目见离析，就该知晓，它绝非世界应有的滋养。唯有相遇为一，才能获得救赎。这一次只有2位绅士，说不定是高塔贤者累了，用不了人海战术呢。拜托他们的样子不太对劲，真拿你没办法。生杀予夺，一念之间。黑白绅士的攻击几乎没有破绽，毕竟，他们也在与范本的对战中拥抱你的不断完力量吧善着已有的共生关系。范本，和我一起战斗吧！是。凡此生灵，皆无可逃。小心，被击中可就糟糕了。去吧，希尔，去守护我们的约定。生命终有尽时，信仰不容摇撼。你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拜托你完没完？我真拿你没办法。希尔，了结他们吧！拥抱你的力量吧，希尔。
束了。由此，希尔便成为了真正的高塔贤者，可喜可贺。难道你从一开始就……